这就为州与州之间形成政治冲突埋下了风险。所以今天的美国政界是越来越担心内部发生冲突，甚至是内战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话题是：美国就要陷入内乱了吗？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美国即将到来的动荡时代的文章。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在大骂特朗普，把他和委内瑞拉的前领导人查韦斯、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、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相提并论。文章指责特朗普说他为了个人、党派甚至是非民主的目的，轻视了美国的国家机器，并打算颠覆美国。我们发现这篇文章点名的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通过合法的选举上台的，但是都极有个性，都不肯符合美国的主流精英阶层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本人呢。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完全是遵照美国的法律他没有发动政变，没有回选，也没有选举欺诈。但事实上，当特朗普赢得选举之后，大批的民主党的支持者上街游行，他们举着不是我的总统的标语，阻止特朗普进入白宫。2020年呢，特朗普败选以后，虽然美国政治上发生了一些乱局，但是特朗普没有动用什么非法手段留在白宫不走，他接受了选举失败的事实，把政权交给了拜登。在2021年初冲进国会山占领国会大楼的那些美国人，虽然看起来服装奇怪，甚至携带着武器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开枪打死任何人。如果美国民主党的吹鼓手们把这种情况也当作政变的话，那看看美国在乌克兰、在阿拉伯世界、在叙利亚、在哈萨克斯坦干的那些什么事儿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变。民主党之所以在拜登执政刚刚1年的时候就如此疯狂地指责特朗普，甚至把他和一些反美国家的领导人相提并论，主要原因就是拜登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烂了，无论内政外交都一败涂地。在今年就要举行的中期选举当中，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失败，让共和党占据了多数席位，看来是板上钉钉的结局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总统大选，共和党几乎一定会推出特朗普再次参选。如果拜登政府还是这么尸位素餐，那民主党丢掉总统的宝座，特朗普重归白宫概率就很大了。这就意味着今后的2到3年里面，民主党政府干得越差，围绕美国内政的冲突程度就会越激烈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，州一级拥有很大的自主权，具体的州由哪个党派来执政都是临时选出来的，联邦政府对此没有明确的影响力或干预的权利。2个州之间，一个有民主党执政，一个有共和党执政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这就意味着2个州可以执行完全不一样的政策，甚至是法律。由这种政治体制而引发的种种乱局，在美国大地上是年复一年的上演。有一些美国人仅仅是因为2个州之间的法律不同，就会移居到自己更喜欢的那个州去。马斯克把特斯拉的总部从加州搬到了德克萨斯州，可能与2州不同的税收政策有关的。这种迁移的倾向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是不会很明显，但是如果党派或政治立场冲突严重，就会有一大批人选择迁移，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同一政治倾向的人大量集中在同一个州，这就为州与州之间形成政治冲突埋下了风险。所以今天的美国政界是越来越担心内部发生冲突，甚至是内战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对于干涉诚信、经常去挑动其他国家内战的美国来说，我们能不说这种结局是活该吗？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